我是大梁最废物的皇子，女扮男装20年，混得连狗都嫌弃。然而摄政王沈毅起兵造反那日，血洗皇宫，杀进皇寺，最后在狗洞边逮住了准备跑路的我。他染血的剑尖挑起我的下巴，眯眼打量片刻，突然笑了：“就你了，够窝囊，好控制。”于是我成了他的傀儡皇帝。可后来剧情走向逐渐离谱，他教我批奏折时，手把手搂的令人窒息；他带我游园时，狼一般的眼睛死盯着我的嘴唇；他在我装睡时，指尖竟偷偷划过我的发丝。直到某天夜里，他醉醺醺地压过来，滚烫的呼吸裹着酒意将我禁锢。他的手掌带着灼人的温度与不容置疑的力道，在我衣襟前骤然停住，带着3分疑惑7分危险地问：“陛下，您这儿怎么少了点东西？”空气中弥漫着令人作呕的血腥气，远处的火光将半边天烧得通红。我贴着墙根没命的狂奔，掌心死死攥着包袱，那是旧日母妃为我缝制的软甲。与此同时，叛军的嘶吼混杂着工人的惨叫，金铁交鸣之声步步逼近。显然朱雀门已破，我心急如焚，脚底生风，转眼间冲到了西角门。看着眼前那个生满杂草的狗洞，我两眼放光，仿佛看到了生的希望。母妃说过，面子是虚的，命才是实的，所以钻狗洞这种事，我干得毫无心理负担。我利索地撸起袖子，弯腰就把脑袋往里塞。谁知我竟然忽略了一个致命的问题：当年被皇兄皇姐欺凌钻洞时，尚且年幼，身量纤细，如今吃了20年的皇粮，身体早已抽条。结果我悲催地卡住了，任凭我如何使劲扭动身躯，那洞口就像生了牙一样，死死咬住我不放。终于半盏茶后，我绝望地停止了挣扎，认命地当了一回卡洞皇子。当我被提溜到大殿中央时，视线所及只有一双双带血的战靴，身后传来铁靴踏碎青砖的脆响，紧接着冰冷的剑尖挑起了我的下巴。在层层包围中，我看清了那张背光的面容，火光在他脸上跳跃，我心头猛地一颤，没想到居然是沈毅。他显然不记得我了，旧时宫宴他在宫中迷路，我帮过他。那张比女子还要艳丽3分的脸上溅着刺目的血珠。他冷哼一声，突然轻笑出声，眼神里满是戏谑：“钻狗洞的皇子，千古头一遭。”话音未落，那剑锋陡然一转，直逼我的咽喉。求生的本能让我瞬间握住了锋利的剑身，温热的鲜血顺着掌心滴落，疼得我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嘴唇哆嗦着求饶：“别杀我！”沈毅眯起那双摄人心魄的凤眼，用染血的剑身轻轻拍打我的脸颊，语气森然：“深宫九皇子，听说胆小如鼠，连兔子都不敢杀。”随后他俯身凑近，发梢扫过我的颈肩，带着铁锈味的呼吸喷在耳畔：“这样吧，血3声狗叫，本王或许考虑留你一条贱命。”指甲深深掐进掌心，那一刻尊严碎了一地。于是我猛地扑过去，死死抱住他的大腿，汪！全场死寂。沈毅手中的佩剑哐当一声落地，他像拎小鸡仔一样把我提起来，指尖用力掐得我下巴生疼，眼底满是轻蔑。萧家人果然都是没骨气的贱种。就在这时，一旁满脸是血的老丞相突然撕心裂肺的大喊：“大人留着他，您就是辅政功臣，杀了他可就是乱臣贼子。”沈毅的手僵在半空，千钧一发之际，我趁机把鼻涕眼泪全蹭在他那昂贵的战袍上，颤抖着表忠心：“我誓死追随你。”沈毅嫌恶地看了我一眼，终于点了点头，薄唇轻启：“也好，够窝囊，好控制。”后来史官笔下，承平元年秋，摄政王沈毅扶新帝萧玉继位，是一段君臣相得的佳话。而现实是沈毅带兵入宫，发现我这个软蛋皇子简直是天选的傀儡。没人知道登基大典前夜，新帝缩在龙床底下抖了一宿。与此同时，有洁癖的摄政王在偏殿洗了整整10遍为我蹭脏的战袍。登基大典上，我第一次穿上那明黄的龙袍。沈毅盯着我看了半晌，突然冷笑一声，讽刺道：“先祖当年能撑起12丈稳，陛下倒像只偷穿人衣的狸奴。”我羞愧地低头看着拖地的下摆，手指在袖中紧张地绞紧。猛然间，他大步流星走来，粗暴地拽开我腰间松垮的玉带，重新束紧时力道大的几乎勒断我的肋骨。紧接着一巴掌拍在我后背上，打得我眼前一黑，厉声喝道：“挺直腰，大梁天子岂能驼背？”朝臣们低头憋笑，肩膀抖动。我死死咬唇，忍住眼泪。衣服不合适也就罢了，这脑袋上的龙冠沉得几乎要压断我的脖子。沈毅阴恻恻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带着不容置疑的命令：“陛下，抬头。”我下意识猛地抬头，正对上他审视的目光。沈毅生得极好，偏偏眼神太凶，看谁都像在看死人。礼部
部尚书在殿外高声提醒，及时已到。沈毅最后看了我一眼，忽然伸手拂去我肩上并不存在的灰尘，低声警告：记住，待会儿无论发生什么都别说话，点头就行。我像只鹌鹑一样点头，心想这不废话吗？我一个女扮男装的傀儡，敢放半个屁？大典进行得很顺利，如果忽略我2次踩到龙袍差点摔个狗吃屎，以及沈毅全程站在龙椅旁像尊杀神一样释放冷气的话，直到礼成时，老丞相颤巍巍地问：陛下可有旨意要宣？我刚张开嘴还没发出声音，沈毅就冷冷地抢过话头：陛下悲痛过度，暂由本王摄政。群臣噤若寒蝉，我配合地缩了缩脖子，看，这就是他们选的软蛋皇帝，连话语权都被剥夺得一干二净。事实证明，当傀儡皇帝也是个体力活。首先是早朝，我必须在天不亮时就被从被窝里挖出来，裹着里3层外3层的龙袍，顶着10几斤重的冠冕，坐在龙椅上装雕塑，一动不动2个时辰。而沈毅就站在我下方3步处，时不时用那种要杀人的眼神警告我不要打瞌睡。我一接触到他鹰总的目光，就立即把脖子缩进宽大的领口里，安分守己的做我的软蛋。下朝后，却听见他在训斥礼部尚书：龙袍尺寸都量不准，眼睛长着出气的，加急做起身合身的来。冰冷的寝殿空荡荡的，门口只有一个昏昏欲睡的小太监，服侍我的奴才寥寥无几。毕竟大家都心知肚明，现在谁才是大梁真正的主子。我倒是松了一口气，迫不及待地解开缠绕在胸前的一圈圈束胸，贪婪地呼吸着新鲜空气，伏案提笔，纸上字体遒劲有力，直到写满了一整篇。我突然惊醒，忙不迭在一旁的烛灯下将其烧了个干干净净。藏拙才可以保命，这是母妃自小教给我的生存法则。若非如此，我们母子也不可能在这吃人的皇宫活到现在。我突然庆幸母妃走得早，不然看到我如今这副任人摆布的模样，只怕是要心疼得掉眼泪。当年母妃盛宠一时，生下我时却遭奸人算计，为了保命只好谎报是个皇子。先皇人未到，赏赐已堆满屋，母妃赶鸭子上架，暗地里处置了所有知情者。从此我被迫当了20年的男孩子，为了掩人耳目，只能装作先天不足，是个废物软蛋，这才在吃人的后宫苟延残喘。可惜母妃也因为我失了宠，最终郁郁而终。先帝至死未曾看他一眼，先帝暴政，落得如今断子绝孙的下场，也是罪有应得。思及此，我又想到了沈毅，他出身将门，本该是意气风发的少年将军，却被先帝安了个莫须有的罪名，落得满门抄斩。万万没想到，他命硬，不仅活了下来，还成了万人之上的摄政王。想到以后要在这种狠人手下过日子，我的心就忍不住颤了又颤。就在这时，沈毅来了，他环顾了一圈我那寒酸的寝殿，面色突然变得阴翳，冷声道：告诉内务府的人，陛下这里的物件少得可怜，不如把他们的脑袋摆上来充数，苛待天子，传出去人们只会以为是本王的默许。沈毅这人心机深沉得很，我摸了摸鼻子，感受到他投来的目光，立即条件反射地跪下来，谢王爷恩许。我低头顺从的模样反而引起了他的不满，目光触及到我纤细的脖颈时，我下意识一缩。此刻我只穿了单薄的寝衣，雪白的皮肤暴露在空气中，显得格外脆弱。沈毅咬了咬牙，眼神晦暗不明。陛下身体孱弱，倒不像个男人，看来以后要好好锻炼了。我心下大惊，连忙唯唯诺诺地应下。没想到沈毅这人说一不二，前脚刚提这马事，第2天一早就把我拎到了军营。军营里阳刚之气冲天，光膀子的将士看得我眼花缭乱。沈毅一路上斜睨了我好几次，眉头皱的简直能夹死苍蝇。他非要教我骑马，可我看着那匹高头大马直犯愁，连马背都爬不上去，还谈什么御驾亲征？他冷眼看着我在马凳前瑟瑟发抖，我下意识想反驳，我只是个摆设，哪里需要御驾亲征？然而看着他那仿佛淬了冰的眼神，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当我第3次像个废柴一样从马上滑下来时，沈毅终于失去了耐心，直接掐着我的腰，把我像扔沙袋一样扔上了马背。我惊恐的尖叫，死死抓住马鬃。王爷，他厉声呵斥：加紧马腹，抖什么？他又不会吃了你。岂料马儿突然扬蹄嘶鸣，我整个人失去平衡，向一侧滑落，天旋地转间，沈毅飞身扑过来接住我，结果自己却被压在地上做了肉垫。他推开我时满眼嫌恶，拍着身上的尘土讥讽道：陛下连坠马都要找人垫背。我看着沈毅手肘上擦破的一大片皮肉，吓得不敢言语，只能用袖子胡乱擦着额角，细细密密的冷汗。
沈毅黑着脸将我丢回宫殿，却没有离开，而是坐在一方矮榻上，目光沉沉地盯着我，那眼神看得我心里发毛。突然，我瞥见他手肘上的伤，心想，莫非是因为我伤了他？他在盘算着怎么割了我的脑袋。这念头一起，我瞬间惊出一身冷汗，忙不迭翻出一罐药膏来，那是过去母妃为我配制的，专治跌打损伤。我狗腿地凑到沈毅身边，跪坐在他脚下，见他没有露出抵触的神色，这才敢抬起头，露出一个极尽谄媚的笑容。我双手捧着那罐其貌不扬的药膏，讨好地凑上前去，王爷，这是药膏，虽不是什么名贵货色，但对跌打损伤有奇效。沈毅紧抿着唇，不作声，只是冷冷地挽起衣袖，将那条精壮的胳膊伸到我面前，指尖沾染的药膏在滚烫的皮肤上化开。我低眉顺眼，揉得格外细致，生怕弄疼这位活阎王。谁知丝毫没注意到沈毅眼底翻涌的古怪情绪。突然，他像是忍无可忍一般，一脚狠狠踹在我的肩膀上，随即大步流星地离开了宫殿，背影竟显出几分仓皇。我狼狈地跌坐在地上，那一脚力道收了几分，倒不是很疼，只是心里纳闷，这摄政王的性子也太喜怒无常了些。原以为沈毅负气离开，这就意味着我能清静几天，岂料第二天烈日当空，这尊大佛又来了。沈毅坐在凉亭里悠闲地品茶，而我却苦哈哈地对着手里仿佛千斤重的弓箭直冒虚汗，即便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那弓弦依旧纹丝不动。就在这时，沈毅手中的茶盏砰的一声重重砸在石桌上，惊得我浑身一颤。他黑着脸迈步向我走来，没吃饭吗？下一秒，沈毅从背后环住我，宽大的手掌直接包裹住我的手，强行带着我拉开了弓弦。温热的体温透过衣衫传来，我不争气地红了耳根，箭矢嗖地飞出，歪歪斜斜地扎在靶子边缘。身边侍候的奴才没忍住发出压抑的嗤笑，紧接着沈毅冷着脸又塞来一支箭，继续。我手指磨出了血泡，也不敢吭声，直到第10支箭再次脱靶，他突然一把掰开我渗血的手指，眼神阴沉的可怕。废物，自古男儿肌肉丰满，怎么你反而像个娇养在深闺的小姐，皮肉这么嫩？我吓得缩着脖子不敢应声，偏偏他突然凑近我的脖颈处，鼻翼耸动嗅了嗅，眼神瞬间变得嫌弃。陛下身上怎么会有脂粉味？我心里咯噔一下，有苦难言，自小身体便自带一股幽香，母妃为此愁秃了头，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和人近距离接触。万万没想到沈毅属狗的还要凑过来问。沈毅显然也没耐心等我那个并不存在的答案，冷哼一声甩袖离去。我站在原地苦笑，或许在沈毅动怒杀我之前，我早晚得被他这惊炸的举动吓死。次日，我收到一副做工精致的金丝手套，内衬竟还垫着柔软的兔毛。朝会上，沈毅阴阳怪气地瞥了我一眼，陛下娇贵，别回头又哭唧唧说手疼。从此，沈毅似乎对养成我这个傀儡皇帝上了瘾，既然武的不行，那就来文的。御书房内，沈毅看着我刻意写在宣纸上的狗爬字，轻不可闻地叹了口气。陛下这字实在是一言难尽，怪不得要钻狗洞，原来是本性难移。我脸颊烧得慌，只能屏气凝神装死。听得出来，这位爷今天心情不错。突然，沈毅站在我身后，弯下腰，将我整个人圈进在他怀里，温热的呼吸毫无保留地喷在我耳后，手把手教导：手腕要这样用力。我僵着身子一动不敢动，因为他整个人都贴在我背上，隔着薄薄的龙袍，我甚至能感受到他胸膛那蓬勃有力的心跳。猛然间，他捏了捏我的手腕，声音低沉：专心，这里抖什么？我内心咆哮，我能不抖吗？我可是个货真价实的黄花大闺女。虽然沈毅不知道，写完最后一个字，我刚想长舒一口气，却看见沈毅的手指不自觉地在我手背上搓捏，眼神晦暗不明。陛下皮肤倒是细腻，不像男子。我吓得差点从龙椅上滑下去，嗓音打着颤开口：王爷说笑了。沈毅还维持着圈着我的暧昧姿势，我偏头看他，千钧一发之际，并没有错过他喉结那微微的滚动。日子在惊吓中安稳度过，我庆幸脑袋还稳稳地长在脖子上。或许是做皇帝做久了，也难免对国家大事上了心。先帝在位时，江南水患就已经是烂摊子，沈毅当政后更是日夜为此烦心。如今夏日即将来临，他急得嘴角都起了泡。江南水患的奏折递上来时，沈毅正冷着脸听户部哭穷。我虽是个傀儡，但也听得入神，端坐在御书房的高位，静静听着他们的争执。老丞相颤巍巍出列，建议开仓放粮，安抚流民。沈毅指尖烦躁地敲着桌子，冷笑一声：放粮，去年放的30万担，最后喂肥了多少蛀虫？百姓一口汤都没喝上。殿内死寂，落针可闻。我缩在龙椅上，
心中的想法在嘴边滚了又滚，终于怯怯开口：“要不以工代赈。”满殿文武大臣齐刷刷转头，像看一个突然诈尸的傀儡。沈毅眉梢微挑，眼神凌厉：“陛下知道什么叫以工代赈？”我正了正身子，但看着沈毅那张冷峻的脸，声音却是越来越小：“就是让灾民修堤挖渠，按劳发粮。”他忽然起身，玄色蟒袍扫过单臂，巨大的阴影瞬间笼罩下来。谁教陛下的？我咽了口唾沫，强装镇定：“朕看官子上写的。”朝臣们憋笑的脸在余光里晃动，仿佛都在等着看这傀儡小皇帝。下一秒被摄政王一巴掌挥翻在地。谁知沈毅沉默片刻，突然道：“准了。”大殿瞬间沉寂，不只是大臣们震惊，就连我自己也没想到，沈毅居然真的会采纳我这个废物的意见。以工代赈的新律法刚一颁发，就在江南一带立即有了成效。沈毅心情大好，宫里特意举办庆功宴。宴席上，沈毅话语不多，但嘴角始终噙着一抹若有似无的笑。小酌几杯后，他突然手持金樽，探过身子，凑在我的耳边低语：“原以为陛下不谙世事，却没想到胸中也是装了江山社稷的。这杯酒该敬陛下。”我受宠若惊，端着金樽，颤颤巍巍饮进杯中酒。下一秒，看见沈毅从怀中掏出的东西，嘴里的酒噗的一声尽数喷出。沈毅脸色一黑，我连忙用衣袖去擦他那张俊脸上的酒渍，但是目光却死死盯着他手里的管子，犯了难。这本书我私底下翻过无数遍，上面密密麻麻做了不少注释，偏偏那笔记是用了真迹的，根本没藏拙。沈毅倒是不以为意，只是那双凤眼深邃地看着我：“陛下倒是写的一手好字，以后莫要藏拙了，让臣尽数见识见识陛下的本事。”江南治水一举成功，沈毅破例带我出了宫，马车在石板路上陆路驶过。我好奇向窗外看了一眼，百姓脸上无一不是幸福的笑容。马车停在乡间田野，沈毅下了马车，在田地间捧起一簇金黄的麦子。我从未看见过他如此开心，那种喜悦是从骨子里透出来的。我走进沈毅，第一次放下了所有的戒备。江南水患多年，先帝却为了讨宠妃开心，挪用朝廷赈灾银，造了那座该死的摘星楼。我记得那摘星楼直插云霄，脚下却是累累白骨。沈毅收敛了笑容，神色复杂地看着我。我鬼使神差地轻触他袖口粘了杂草的云纹，轻声道：“你上位第一件事就是治江南水患，竭力为百姓谋生。谢谢你救百姓于水火。”先帝暴政，我心里门清，就算没有沈毅，也会有张毅、李毅举剑冲进皇宫。沈毅眼眶微红，突然伸手握住我的双臂，有炽热的东西在我们之间无声漫涌。回宫后，沈毅率先跳下马车，破天荒没有径直离开，而是伸出手稳稳地扶住了我的胳膊。然而沈毅最近很不对劲，先是突然下令撤走了我寝宫所有的年轻太监，紧接着日日往我寝宫里跑，跟中了邪似的。我看着碗里堆成小山似的肉，可怜巴巴地看着他：“王爷，朕实在是吃不下了。”沈毅面无表情地夹了一块片好的鸭肉塞入我的碗中。陛下身体瘦弱，多吃些，身体才能康健，也省得3天2头就病倒了。我皱皱眉，这话倒是不假。最近起风，来回上下朝的路上竟是染了风寒。我轻轻按了按腹部，吃得太撑，肚子已经开始胀痛了。筷子夹着肉，一块一块机械地送进嘴里，直到我脸色发白，鬓角直冒冷汗的时候，沈毅才发现了不对劲。太医诊治后说我身子虚得厉害，食补怕是效果不大，还会损伤脾胃。沈毅拧眉冷脸，语气森然：“这才看看吃了1碗就成了这个样子，陛下身子是该好好调理了。”自此苦涩的药膳一碗接一碗的灌，我简直是苦不堪言。偏偏这药效滋补之力太强，我在无数个深夜看着越来越短的裹胸部陷入沉思。长久以往，这还能瞒得住吗？御花园里，我小心翼翼地走在沈毅的身侧，他突然侧头打量我：“陛下最近长胖了不少，臣看着陛下这胸部伟健了不少，颇有男子气概。”我吓得脚下一个踉跄，差点摔个狗吃屎。幸好沈毅眼疾手快，一把揽住我的腰，把我扶正。沈毅眼底的神色突然变得幽暗，我察觉他的视线正盯着我不该看的地方，吓得抖了抖衣袍，触电般退后一步。我是怕遮掩不住的女子曲线会让沈毅发现异样，却没想到沈毅以为我讨厌他的肢体触碰，他视线瞬间一冷，手上还维持着抱我的动作，此刻看起来却格外突兀尴尬。赶在沈毅翻脸之前，我赶紧伸出手，主动牵住他宽大的手掌，指着前方转移话题：“王爷，前面16花开的正艳呢，不如去瞧瞧。”我感受到沈毅反手握住我的手，指腹轻轻摩挲，他浑身的力气也瞬间收得一干二净。沈毅对我越来越好，宫里的人最是见风使舵，我最近的日子过得越发如鱼得水。琳琅
珍宝一批批送进我的宫殿，大有把这里堆满的架势。尤其是沈毅送来西域火玉枕那日，我正对着铜镜往喉结处补骡子蛋，听见他沉稳的脚步声，慌忙收了东西去迎接他。看着他身后太监举着的稀世珍宝，我委婉提示，会不会太过铺张？沈毅大手一摆，无妨，这些东西皆是我一人所出，不动国库分毫。我心里猛然一颤，这事态好像有收不住的趋势了。夜里我翻来覆去都是想着眼下日子的困窘，导致第二天上朝时坐在龙椅上给诸位大臣表演了一幕精彩的小鸡啄米，直到身边的小太监轻拍了我的肩膀，我才悠悠转醒。一睁眼却发现大殿所有人都直勾勾盯着我，眼神古怪，我心里发毛。这是做什么？难道我打盹时嘴边溢了口水不成？我伸出袖子悄悄擦了擦嘴角，小太监趁机附到我的耳边，压低声音嘀咕了几句。下一秒我眼睛瞪得像铜铃，差点没从龙椅上跳起来。什么？居然有人嫌命长，进谏希望我尽快选秀充盈后宫。往常朝中大事只需沈毅过眼放话，可这事毕竟关系到我的终身大事，确实要来问问我这个当事人的意见。沈毅目光沉静如水，直直地盯着我，似乎在等着看我会如何作死。想到沈毅最近那令人捉摸不透的异样，我脑子一抽，本来要拒绝的话到了嘴边，竟然鬼使神差成了同意。瞬间沈毅一张俊脸阴云密布，黑的能滴出水来。我好像隐约听到了他后槽牙磨得咯吱作响的声音。自那日后，我很少见到沈毅。往日他总喜欢在批阅奏折时站在我身后，呼吸若有似无地拂过我耳畔，朱笔偶尔还要点在我手背上，冷声训斥几句。陛下连字都写不端正。然而如今，他连朝会都站得极远，玄色蟒袍裹着一身的疏离，目光从我身上一扫而过，仿佛我只是龙椅上一道无关紧要的影子。王爷，江南的折子。我捧着奏本，气喘吁吁地追出大殿，他脚步一顿，却并未回头，只是冷冰冰地吐出几个字：放桌上。那声音冷得像淬了冰碴子。臣晚些自取。我看着他决绝的背影，叹了口气，完全不知道往后的日子是福是祸。谁知沈毅像是突然想通了，竟然真的遣了不少秀美的宫女到我跟前侍候。他冷着脸将10名宫女引到我面前，语气公事公办。陛下年近弱冠，该充实后宫了。看着眼前个个娇艳如花、眼波含情的女子，我随手点了那个看起来最安静本分的，当晚便召她侍寝。我已经做好了心理建设，天黑把灯一吹，伸手不见五指，我就假装是个天蚕。虽然名声可能狼藉了点，但好歹能保住一颗脑袋。岂料烛火刚熄，殿门就被人狠狠踹开。沈毅阴沉着脸站在门外，眼底一片赤红，薄唇轻启，吐出一个字：滚。那宫女吓得魂飞魄散，跌下龙床，连鞋都来不及穿，就连滚带爬的跑出了殿外。我拢紧身前的衣襟，借着惨白的月光，颤颤巍巍地看着门口如同煞神般的沈毅。他一步步走近我下意识下床，站到他身侧，这才闻到他身上居然带着浓烈的酒气。屋内一片黑暗，突然沈毅伸手死死攥住了我的手臂，力道大得惊人。王爷醉了。我试图挣脱他的铁臂，想要退后，结果被他猛地拽到身前，酒气混着沉水香扑面而来，熏得我头晕目眩。他粗粝的指尖摩挲着我脖子上敏感的软肉，眼底翻涌着我看不懂的深情与绝望。陛下可知，臣近来总是梦见你。我浑身僵住，动弹不得，他的拇指却按上我的唇，轻轻摩挲。梦见你这样。紧接着手指缓缓下移，最终停在我的心口。这样。最后他狠狠攥紧我的手腕，语气中带着无尽的痛苦与挣扎。却偏偏是个男人。最后一字落下，他骤然松手，像被什么烫伤了一般。我抓住机会，立即跪伏在沈毅脚边，声音发颤：王爷与朕都是家族的最后一代，王爷可怜，朕与您同病相怜，留了朕一条小命，朕万分感激。没想到沈毅的脸突然变得阴翳无比，我这一句话无疑是清醒地点出了我和沈毅之间的死结：一，不能有断袖之癖；二是双方隔着灭族之仇。沈毅猛地掐着我的脖子，迫使我抬起头来，我身子抖得像筛糠，他的力道像是下一秒就要把我的脖子生生折断。良久，他终于松开手，我大口大口地吸气，仿佛劫后余生。沈毅冷笑一声：陛下倒是萧家的种，与先帝作风相似，用完人了就要甩开。他这是在暗讽我，依仗他过上了好生活，如今却想划清界限。我苦笑，我能不能活，要怎么活，难道不都是凭他的一句话吗？自那日后，我彻底见不到沈毅了。他对朝中大臣谎称我告病，现在连早朝也不用露面了。我彻底成了宫中的透明人，见不到沈毅的日子好像也格外无聊。我突然发现
相处近1年的时间，他已经完完全全渗透到了我的生活里，无孔不入。直到沈毅身边的侍卫找到我，我才知道沈毅病了。我假装漫不经心地问了身边的侍卫，摄政王得了什么病？侍卫支支吾吾，眼神闪躲。王爷他肝火旺盛，需要静养。我正琢磨这话里的深意，马车已经停在了沈毅的府邸。陛下，王爷请您过府一叙。摄政王府比皇宫还要气派几分。我在书房见到沈毅时，他正在灌第3坛烈酒，衣襟大敞，露出精壮的胸膛，颓废中带着几分狂野。王爷这是？我站在门口踌躇着不敢进去。沈毅闻声抬头，眼睛里布满血丝，声音低沉带着沙哑。陛下怕我？我连忙摇头，小心翼翼地挪进去，谁知刚一靠近，就被他一把拽到了腿上。那陛下可知朝中都在传什么？浓烈的酒气扑面而来，我结结巴巴道：传什么？沈毅咬牙切齿，传本王有龙阳之好。他修长的手指危险地摩挲着我的下巴。陛下觉得呢？我吓得3魂不见了7魄，声音带颤。朕觉得王爷英明神武，定是谣言。沈毅忽然笑了，凑近我耳边，热气喷洒。可万一是真的呢？我僵在他怀里，沈毅将头埋在我的颈侧，声音沙哑低沉，带着认命般的决绝。臣试过了，躲你不行，塞女人不行，甚至想过杀了你。他的手掐住我的脖子，力道却轻得像是在抚摸情人。还是不行。我抖了抖身子，那王爷打算如何？沈毅死死盯着我的唇，语气坚定。隔着血海深仇又如何？我想要的从来就没有得不到的，所以那就认命。下一秒，我的唇上一阵温热，或许是屋子里太热了，心跳如擂鼓。我却始终没有推开沈毅。从此，沈毅似乎百无禁忌，变本加厉，批奏折时非要与我共坐龙椅，用膳时抢我快煎的樱桃肉，甚至在校场当众为我系散开的披风带子。朝臣们的眼神越来越怪异，老丞相看我的目光，活像看一代祸国妖姬。王爷，这是要坐实断袖之名。我终于忍不住抗议。沈毅漫不经心地把玩着我的一缕鬓发，眼神慵懒。是又如何？我气得踩他一脚，压低声音骂道：乱臣贼子！他不仅不恼，反而一把搂住我的腰。那陛下要不要治臣的罪？说着就要亲下来，我慌忙捂住他的嘴，却听见门外传来茶盏打碎的脆响。一个小太监目睹了一切，吓得摔了托盘。第2天，整个皇宫都在传摄政王强吻皇帝，版本多的能编成一出大戏。事情发展到现在，我一直斟酌要不要开口告诉沈毅真相，但我实在害怕他的怒火。毕竟他现在好不容易心安理得地接受了断袖之癖，万一他真的只喜欢男人，到时候发现我的女儿身，会不会恼羞成怒，挥剑砍了我的脑袋？万万没想到，担心终于变成了现实。中秋宫宴结束，醉酒的沈毅摇摇晃晃闯入了我的寝宫，看他那如狼似虎的架势，是要进行那最后一步了。我萧玉，大梁朝第13位皇帝，登基1年零3天，此刻正被我的摄政王按在龙床上，他的手正在我身上胡乱摸索。我声音发抖：王爷。我身体左扭右躲，活像只被捏住后颈的兔子。沈毅眯着他那双好看的凤眼，手指还在往下探。陛下莫慌，享受便是。下一秒，我的眼睛猛地瞪大，沈毅的手指突然停住，他眉头一皱，像是摸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东西。陛下，您这里怎么少了些东西？我眼前一黑，心道完了。萧玉，他咬牙切齿，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你是个女的。我哆哆嗦嗦拢好衣服，爬起来跪好：王爷饶命！沈毅那张俊脸一阵青一阵白，最后定格在一种奇异的红。他一把扯开我的龙袍前襟，在看到束胸部时倒吸一口凉气。好，很好。他绷紧下巴，连连点头，怒极反笑：本王扶了个女皇帝上位，满朝文武跪拜了1年的是个丫头片子。沈毅捏着我束胸的领带，眼底翻涌着暴怒与不可置信。萧玉，你竟敢！我爬下床想跑，却被他一把拽回，后腰狠狠撞上尖锐的桌角，疼的眼泪瞬间涌出。王爷，我颤声求饶。不，我可以解释。解释？他冷笑，手指狠狠掐住我的下巴。解释你如何女扮男装，如何骗过满朝文武，如何？声音骤然低哑，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委屈。如何把本王当傻子耍得团团转？我从未见过他这般神色，像是被最信任的人捅了一刀，连指尖都带着轻微的颤。那一刻，我的心也跟着一阵钝痛。于是我被锁在了自己的寝宫。沈毅撤走了所有工人，显然是打算留我一个人自生自灭。店门落了锁，窗外守着玄甲卫，每日只有冰冷的饭食从门缝递进来。他再未露面，我蜷在床角，看着窗棂透进来的月光，一遍遍回想他最后看我的眼神，愤怒、失望，还有一丝我读不懂的痛楚。我在空无一人的大殿想到了自己日后的惨状，心里涌上一股强烈的不甘。我要逃，我要活命。
第3日，我在殿后又发现了一个隐蔽的狗洞，狗洞周围杂草纷乱，显然没有人知道这里。我细细丈量了洞口的大小，定然是卡不住我这副身板的。入夜，大雨磅礴，电闪雷鸣，这是不能错失的好机会。我换上宫女的衣裙，装了一个包袱，卷了不少细软，从狗洞钻出去时，掌心被碎石磨得鲜血淋漓。我跌跌撞撞跑向冷宫，那里有偏门直通宫外，岂料刚转过拐角，就一头撞上了一队巡逻的侍卫。站住！那熟悉的声音让我的血液瞬间凝固，是沈毅。我身子一僵，大脑一片空白，根本不容多想，转身拔腿就跑。然而2条腿终究跑不过人家的大长腿，没跑几步就被身后那人赶了上来。他那双大手像铁钳一般死死攥住我的胳膊，下一秒我整个人天旋地转，被他狠狠扯进怀里。熟悉的沉水香混着雨水的寒意扑面而来，瞬间将我包裹。你又钻狗洞，又想逃？沈毅的声音里夹杂着几分恨铁不成钢的怒意，紧接着他又缓了语气，却依旧冷得掉渣。陛下，这是要去哪儿？沈毅的手臂箍得我骨头生疼，我被迫抬头，对上他那双猩红的吓人的眼，浑身止不住的发抖，颤声道：“王爷。”谁知他冷笑一声，二话不说，直接扯下身上的大氅，将我裹了个严实。大横抱起，大步流星地走向我的寝殿。殿内炭火烧得极旺，热浪扑面。沈毅将我像扔沙包一样扔在榻上，自己却站在3步开外，死死盯着我，眼神晦暗不明。王爷，我缩在角落，声音抖得像风中的落叶。我可以解释。解释什么？他突然逼近，掌心重重拍在我耳侧的床柱上，吓得我一哆嗦。解释你为何骗我，还是解释你宁愿钻狗洞也不肯求我？我彻底怔住，这才发现他浑身衣袍尽湿，发梢还滴着水，狼狈不堪，显然是在大雨里找了我许久。心中的恐惧瞬间消散了几分，我颤巍巍地掏出帕子，踮脚给他擦去脸上冰冷的雨水，小声嗫嚅道：“我怕你杀我。”他呼吸猛地一滞，眼底翻涌的情绪如同决堤的洪水，几乎将我淹没。杀你！他咬牙切齿，猛然间俯身，狠狠吻住我的唇，力道重得像是要将我拆翅入腹，带着惩罚的意味。小雨，你当真以为我舍得？那一晚，寝殿里的烛光亮了一整夜，我被沈毅紧紧抱在怀里，听着他带着后怕的声音，一遍遍向我剖白心计。我母妃不得宠，怕我被害，从小让我扮男装，先帝根本不知道有我这个女儿。沈毅下巴抵着我的头顶，轻轻点头。原来这些事情，他早在我被关的这些天里就已经调查得清清楚楚。他忽然伸手捏住我的下巴，迫使我看着他。所以这1年本王每次靠近你都抖得像筛糠，是怕我发现？我点头如捣蒜。朝会上故意装蠢，怕您觉得我太聪明，不好控制。每次用膳都吃那么少，是束胸太紧？我脸一红，倒也不是，小的时候总是吃不饱，胃也渐渐饿小了。沈毅抱着我的胳膊，力道瞬间加大，下巴在我脸颊处轻轻摩挲，像是无声的安抚。那夜之后，沈毅再未提过囚禁之事，只是他每日下朝后必定亲自来昭华殿报道，盯着我用膳批折子。陛下，这份奏折批得不对。他从背后环住我，握着我的手改住批，嘴唇却在我颈间流连，我手抖得根本写不成字。王爷，这样朕没法专心。沈毅低笑，温热的气息钻进耳朵。叫义哥哥。我耳根发烫，羞耻的想找个地缝钻进去。义哥哥。他满意的亲了亲我的发顶，突然正色道：“今日户部侍郎问起皇嗣之事，被我搪塞过去了，但长此以往，恐生事端。”我心头一紧。是啊，皇帝总要生孩子的。可我就在这时，沈毅眼中闪过一丝狡黠。不如这样，就说陛下有个孪生妹妹，流落民间，刚寻回，本王要娶她为妻。我眨眨眼，没反应过来。那他捏捏我的鼻子，笑得像只老狐狸。你白天做皇帝，晚上做王妃，等陛下驾崩，就让表妹的儿子继位。我目瞪口呆，这也行？沈毅挑眉，一脸傲然。怎么，陛下不信本王的手段？我连忙摇头。这位爷可是能在3个月内平定边疆之乱的主，骗这帮满朝文武还不是小菜一碟。果然，3日后的大朝会上，沈毅当众宣布寻回了陛下失散多年的表妹，并要娶其为妻。群臣虽有疑虑，但碍于摄政王的隐威，无人敢知会半句。大婚当日，我白天还要苦哈哈的以皇帝身份主持婚礼，晚上还得换上嫁衣，从密道溜出宫，在摄政王府与沈毅拜堂成亲。洞房花烛夜，沈毅掀开盖头，看着一身凤冠霞帔的我，眸色深沉如墨。娘子今日真美。我红着脸推他，别闹，明日还要早朝。沈毅一把将我压倒在细床上，咬着我的耳朵。陛下放心，臣有分寸。结果第2天，我顶着2个硕大的黑眼圈上朝，困得东倒西歪，沈毅却神清气爽地站在殿下，还冲我暧昧地眨眼睛，简直是个衣冠禽兽。下朝后，我在御书房打瞌睡，忽然被抱进一个温暖宽厚的怀抱。
困了。沈毅亲了亲我的额头，我迷迷糊糊点头，都怪你。他轻笑，那臣陪陛下小憩片刻。我警觉地睁眼，强调道：“只是小憩。”沈毅一脸无辜。当然。结果这个小憩又变成了不可描述。事后我气鼓鼓地瞪他：“摄政王，这是要造反吗？”沈毅慢条斯理地帮我系好衣带，一本正经道：“臣这是在尽忠职守，为皇室开枝散叶。”我简直无言以对。就这样，我过上了白天做皇帝，晚上做王妃的精分生活。沈毅这个乱臣贼子越发猖狂，今日要侍寝，明日要伴驾，搞得我整日腰酸背痛。半年后，我怀孕了。沈毅知道后，高兴得像个傻子，在御花园里抱着我转了3圈，吓得旁边的老太监差点晕过去。我要当爹了。他像个毛头小子似的傻笑，我却忧心忡忡。可朝中怎么办？沈毅早有打算，眼中金光一闪，就说陛下微服私访时遇刺，重伤不治，然后让表妹带着姨父子继位。我嘴角抽搐，你这谎撒得越来越溜了。他轻轻我的额头，为了你和孩子，撒个谎算什么？于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皇帝遇刺身亡，举国哀悼。转眼间又过了5个月，我生下一对龙凤胎。沈毅抱着孩子，笑得见牙不见眼。儿子像你，女儿也像你。我虚弱地靠在床头，名字想好了吗？沈毅点头。儿子叫萧明季，女儿叫沈明月。我惊讶地看着他，女儿跟你姓。他温柔地吻了吻我的额头，声音笃定。儿子继承大统，女儿继承沈家，这样咱们俩的血脉就永远不会分开了。我眼眶一热，这男人怎么这么会撩啊？孩子满月那天，沈毅在府中大摆宴席，酒过3巡，他忽然单膝跪地，掏出一枚温润的玉佩。当年娶的是表妹，今日我想重新求娶萧玉，我沈毅此生唯一的妻子。我泪如雨下，在众人见证下与他再拜天地。夜里，我靠在他怀里，忍不住问道：“当年发现我是女的时，你真想杀我吗？”沈毅轻笑，把玩着我的手指。说实话，第一反应是幸好不是陇阳之好。我捶他一下，正经点。他捉住我的手亲了亲，眼底满是宠溺。其实早觉得你不对劲了，那么怕我靠近，身上还总是香香的。我大惊，那你？我拼命说服自己，只要是你就好。